奇葩嚣张又自私的邻居啊，把这个空调外机呢装在我家墙外啊，就是装在我家窗户外头。我真的是只用一招就让他后悔不已，就让他求饶了啊。就是几年之前呢，我在武汉这边是买了一套房子，也是一个老破小，大概100平左右啊。虽然说是个老破小吧，但是好歹地理位置比较优越，也是一个学区房，位于武汉的一个市中心。因为呢，之前一直是在外地那边工作嘛，常住外地，也没有怎么回来住过，也没有怎么看。就是上个月呢，自己突然就是工作变动了嘛，然后就调回来了。然后呢，准备回到武汉这边长期发展，也想着呢，把自己的房子，毕竟买了好几年了，2、3年了，想着把房子给装修一下，然后要么就租出去，要么自己也是可以住的嘛。结果呢，我刚就是把自己的房门给打开了，进去之后呢，在房屋里面转了一圈，就发现了我的阳台上面是多了一个空调。我顺着整个空调的一个线路就往外看嘛，原来是隔壁家的一个邻居啊，我反正也不认识这个邻居，因为我一直没有住过嘛，就把他那个空调外机呢是装在我家的窗户上面。我当时瞬间就懵了，瞬间就蒙圈了啊！这到底是什么骚操作呀？原来就是这个隔壁的邻居啊，趁着我不在家，把他们家原来那个位置呢是给打通了，然后扩大了一个卧室的一个面积，然后就把整个空调的外机呢装在我的墙外面，就是反正是他们的地方是宽敞的，是舒畅的嘛。我当时呢就感觉真的是气得不行啊！我们也是非亲非故的，虽然是邻居，我们连个照面都没有打过，你干嘛把你们家的东西安到我的地方呀？况且呢，以后我这个房子是要装修的，我要装这个空调，我要怎么办呀？总不能安在我自己的屋里面嘛？那到时候夏天还不把我给热死？我这个时候就气不打一处来，立马呢然后跑到这个隔壁啊，敲起隔壁的一个门了，然后咚咚咚敲了好几下。然后之后呢，一个50多岁的大姐也是，估计是刚睡醒还是怎么，揉着眼睛开了门问我，你谁呀？敲我们家门干啥呀？我说我是你隔壁的一个邻居，然后我好久没有在这边了，我现在回来之后我就想问一下，你们家的一个空调为啥要安在我家的一个位置，安在我家的一个墙外呀？那大姐呢瞬间就不乐意了，瞬间就跟我说，然后声音调蛮高的跟我说，那个外机呢是在外头的墙上挂的，怎么就是你家的位置了？你凭什么说是你家的位置？你如果是你的位置，你怎么不拿个东西把它给盖起来呀？我真的是见过不讲理的邻居，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啊！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，邻居呢这个女邻居说砰的一声就把门呢狠狠的给关上了。面对着就是这个关着的门呢，我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我顿时还有点懵啊。我想了想了，最后呢还是跑去找了物业经理呢，就跟我解释说了，他们隔壁那一家大姐装修的时候呢，我就跟他跑上门跟他们沟通过，告诉他们呢不能这么做，毕竟是邻里之间和气才是最重要嘛。但是呢，他当时装修的时候就说他征得了我的同意，我非常纳闷也非常生气啊，他征得我的同意，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，他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我，他知道我姓啥名啥吗？怎么就征得我的同意？他完全不就是在胡扯八道吗？那现在这个事情已经非常清楚了，我现在呢我要装修，我要用我这个外墙，然后装这个空调，他占了我的地方，你说怎么办嘛？物业经理呢也是没有办法，非常为难的就说，那要不我就领着你，咱们上门先协商沟通一下，毕竟呢是邻居嘛。然后呢，物业经理呢就领着我又敲开了邻居的一个门，他一看呢是我们又来了啊，这次态度就更嚣张了，看着我领着物业经理像是告状了一样。就是直接就放下狠话，说的是你如果想让我移走这个外机，门都没有啊！你想欺负我一个女人，你也不看看你几斤几两。说完了，又没等我跟物业经理反应过来，又砰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。物业经理也是满脸的一个尴尬啊，看来呢指望这个物业是指望不上了，这个物业费也是白交了。虽然说我这空置房年年交这个物业费。于是呢，我回到家里面呢，自己就躺在床上想了很久，终于算是呢想出了一个我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啊。我就想呢，这个东西呢，这个外机反正是在我家的一个墙外嘛，这就属于我的嘛。于是呢，我就跑到那个二手市场买了一个挂机的一个配件，然后呢，在外面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师傅，就把这个外机呢是连在了我家的一个挂机上面。然后呢，我又找人呢焊了一个铁笼子，就是那种非常大的一个铁笼子，把整个外机呢是包裹的严严实实，根本就不出现的那一种。这样呢，邻居的一个空调呢就彻底没法使用了。没过多久啊，隔壁真的是就发现不对劲了，马上就跑到我家来敲我的门，然后还找物业，还跟那个支付叔叔嘛就打电话说我呢损害他们家的一个空调，然后把他们家的空调呢给弄起来，不让他们家用什么的。反正呢，然后支付叔叔也是上门了，他是巴拉巴拉说了一堆，但是人家支付叔叔呢来到现场一看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说了这个位置本来就是人家的，你怎么能证明这个空调外机是你的呀？怎么能证明这个空调是你的呀？支付叔叔呢就让邻居拿这个什么购机发票，他时间久了他又拿不出来，就让我拿这个购机发票。我说呢在我家这个位置，然后
后而且呢是谁提出谁举证，这个外机在我家的位置不就是我的吗？还需要我证明什么呢？最后呢，这家邻居也是被怼得哑口无言啊，也只能向支付叔叔和我呢承认了自己的一个错误，承认是占了我们家的一个地盘，并向我道歉，而且呢还赔了我拆铁笼子包括买铁笼子的一个钱啊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在生活中呢遇到这种奇葩自私的邻居啊，大家一定不能一味的忍让和退让啊，一定要据理力争，就像我这样，要让他们呢付出一个代价。不知道大家呢觉得这个事我做的对不对，然后觉得大快人心不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多多留言，多多讨论。